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实际上呢，塔罗牌它不仅仅是古老的神秘工具哦，在当代的科学认证之下，已经被很多的心理治疗师、临床咨商师，或者是艺术创作者、情绪教练、灵性导师用来治疗、疗愈以及激发我们的天赋、艺术创造能力。因为塔罗牌呢，它是可以和我们的潜意识和我们的灵魂进行联系的。我们的内在感受、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需求、我们最深的心理状态呢，会通过塔罗牌而展现出来。所以，塔罗牌是和我们的潜意识和我们的灵魂连接的一个桥梁。那么从灵性方面来讲的话呢，塔罗牌呢，它是可以跟宇宙之中神圣的力量去进行连接的，它是一个能量通道，可以跟我们的高我、指导灵、守护天使、宇宙以及月老去进行连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塔罗牌来连接你的月老，你的爱与缘分的守护者，创造一个神圣的桥梁，看一下当下他想给你的讯息是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个占卜呢，是比较随机随性的，由月老去告诉你他想告诉你的话语，我不会过多的问太多的问题，只是当下呢，我第一直觉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就会传递给你的。所以今天为你打开你与月老连接之门。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也会用不同的塔罗牌进行牌卡的抽取哦。最左边是第1组牌卡，中间是第2组牌卡，最右边是第3组牌卡。那么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在这个小仪式连接之后，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选择，好吗？所以大家呢，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我们的肩膀下沉，腰背挺直，专注度放在呼吸上，大口的吸气，大口的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我亲爱的月老，我的婚姻爱情守护神，请你当下呢，给我关于我今生的爱情姻缘讯息，给我一定的指引、帮助与祝福。我相信你给我所有的安排一定利于我。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组牌卡，那副塔罗牌，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公平塔出来，月老给我的安排一定是丰盛的，一定是利于我的，我必将幸福，我接收月老的指引、好运等等的字样哦，让我们跟月老进行一个最清澈的连接。同时呢，也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吸收月老给我们的祝福、好运。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月老给你的讯息啦。那么我就作为其中的一个媒介，传递讯息给你。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现在开始为你传递讯息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今生哦，你一定会有2段非常重要的爱情。那至少来说，你会谈2次爱情。那第1次呢，会有这种复合之美，可能大家经历过短暂的分离呀，或者是出现很大的矛盾，有冷战啊，有分手啊。但是最终呢，因为缘分还是很深的，所以会再一次的在一起。在一起呢，会有一种更多的修正，更多的一些释放。有些人呢，他不是回来，而是完成跟你之间的情感课题的。你会跟某段过去的关系再一次的交集，也许他是
让你去学会分辨什么是缘分未尽，什么是执念未散。无论如何呢，会有一种旧爱回头，灵魂对灵魂的唤醒，让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学习修正更多爱的课题，练习更多爱的技巧。要么呢是在今生跟他相遇，要么呢就是曾经的某一世的恋人，然后你们的缘分呢未尽，今生再一次的相遇，继续去修行关于爱的课题，所以会有非常深刻的轮回再见的关系。另外一段情感呢，就是你想跟对方可能生活在一起，不仅仅是这种充满着干柴烈火的激情哦，而是愿意跟他去计划未来。前面这段感情是享受当下，后面这段感情呢，是希望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规划，那更多的一些现实脚踏实地的情感状态。那这边呢，我要给大家讲哦，就是如果你已经离过婚了，那么今生呢，你一定会有2次婚姻。第一次的婚姻呢，可能是这种充满着很美妙的执念，或者是充满着欲望的。但是第2次婚姻呢，会让你更加享受现实，一起互相扶持，一起成就的搭档生活关系。可能第2次的关系就更加的负责任，更加的有成熟的一个态度了。其实哦，今生你在爱情里面是很像女皇一样的，很有爱的能量的。在感情里，你是那个愿意给予、愿意包容、愿意温柔、富有磁场的人。你天生呢就有一种我靠近你，我会疗愈你这样的一个情感气质的。在爱情中呢，你会有很好的收获，你的付出呢也不会是白白付出的哟。可能在今生的情感里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烂桃花出现哦，出现的呢都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桃花，要么就是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美好、自信的，要么就是让你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爱情技巧，两个人可能人际关系如何去更滋养、更好的一个互动。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今生在爱情之中，你会学会成为更加有爱、更加自信的一个化身，然后活出自己像女皇一样的能量，感受够好的爱情质量。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在今生你会吸引到那种很有包容力、很有智慧、很感性，然后又懂得滋润爱情的恋人。你爱自己也爱别人，你愿意去好好的照顾别人，你也知道呢，什么时候这份爱情是可以足够盛开的。所以无论男生女生呢，在今生的爱情里面呢，你都会收获到滋养的和孕育生命的好的爱，这是非常棒的讯息。那同时呢，在爱情里面呢，你也会要去做一定的课题修行，可能你必须要学习从不同的角度，从更高的一个视角去学习爱，去观赏爱。也许在年轻的时候呢，你会对爱有一定的执念，也许你会有很多的一些争取，很想要去掌控，或者是遇到感情的一些停滞期，或者是对方呢迟迟不明确的回应你，或者是陷入到一种越认真好像越受伤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你灵魂设定的修炼旅程，让你懂得爱情更多的其实是臣服与等待，更多的其实是顺其自然，更多的不是别人给予你爱，别人去给到你这种幸福感，实际上你想要拥有对方，你想要拥有爱，是你先拥有你自己，先让自己成为爱这个本身。这个怎么解释呢？告诉大家就是，无论是在
恋情中也好，还是说你单身也好，你自己会还有比较强的自我幸福的能力，把生活安排的足够丰盛啊、精彩啊，每天自己都开开心心的享受这种自由啊，享受当下啊。单身的时候呢，就享受自己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状态；恋爱之中呢，就会觉得是锦上添花，先自己开心了，然后再把这份开心分享给对方。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强的爱的力量之后呢，你就会很好的享受你今生的爱的幸福。也就是说，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女皇，即使你是男生呢，那么你自然而然这种散发的魅力就会吸引到爱，就会让对方迟迟的欣赏着你，迟迟的享受着跟你在一起。反而如果在感情里面呢，你想要用爱的名义去改变对方，让对方听你的，让对方好好的爱你，让对方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弥补于你，或者是给你送礼，怎么样的讨好你，那你把专注度放在对方的身上，去看对方有没有做得够好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缺失爱的力量，不去竞争，不去掌控，而是更多的感受自己两小无猜、无忧无虑、充满趣味的生活。你知道吗？你首先要成为小太阳，你就可以把这份光明、这份美好传递给周围的人事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今生要去不断学习修行的一个地方。首先是让自己成为太阳，自己内心呢充满着爱的力量。当你不想要去控制谁，当你知道所有的感情人事物都是你自己去选择的，你自己要去经历的，你自己要去要的，那么首先呢，你想要健康的爱情，让自己先成为这样一个健康者。如果你希望对方他是一个阳光的运动型的人，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积极向上的状态，那么首先你自己就成为这样一个运动型啊、阳光型的人啊。把你打造成你理想的恋人的状态之后呢，调整到这样一个能量磁场，那么这样一个美好的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了。如果你希望对方他是一个很浪漫的、很有甜言蜜语的，那么首先你自己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在感情里面呢，你应该是蛮有力量，而且你是有好的缘分的。今生的爱情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太阳牌卡，代表着在你的感情婚姻之中，你注定会像小孩子一样笑得非常的开朗，你是值得拥有真正那种光明、坦诚、喜悦的爱情的。所以你所吸引到的恋人呢，一定会跟你很像，一定也会很欣赏你的笑容，你的这种本真。你的桃花运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会找到那种可以照亮彼此生命的温暖恋人。所以无论在感情里面呢，你经历过有多少的一些迷茫啊，或者是错过缘分的遗憾啊，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没技巧的时候，年轻没有技巧的时候会做一些争吵啊，傻乎乎的斗气呀，或者是那种冷战啊、拉黑啊这些很幼稚的动作，但最终呢，你的爱情都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你要从这些失败啊，你要从这些跌倒，或者是你要从这些傻乎乎的动作里面去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去做调整。你在感情里面学习的能力还是蛮快的。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要去经历就是听到别人的一些故事，看到别人一些故事，你都会很快的有这种情感的觉悟。所以你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人，你是可以走进真正属于你的幸福跟热情的。你也要知道，感情呢，从来不是好像自己去赢来的，自己去争来的，而是对的人在对的时机，自然而然就会走进你。少一些这种急躁的心，少一些那种想要拼命去抓住幸福的感觉，反而
是把自己修习成一个好好爱自己、有足够爱能量的人之后呢，那么美好的爱就会向你靠近，你就会享受其中。那宇宙呢也会给到你一些讯息哦，可能有时候在爱情里面你会害怕，你会恐惧，你会担心未来，或者是出现一些吃醋啊、不自信啊、想得太多、想得比较复杂的情况。宇宙告诉你，其实真的少想一些，少焦虑。想太多对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的，但是积极的一些动作反而会帮助到你。你是有足够的技能跟能力去施展你的魅力，去建立美好的情感的，你知道吗？你只要行动就好了。你希望对方带你去很美好的餐厅品尝美食，那么你就带对方去，你就去挑选你想要去的餐厅就好了。你真的不用管对方在想什么，你只要专注你自己，你自己想去哪里，你自己想分享什么快乐给对方，你自己想去怎么样的一个运动，你带着对方一起去就好了。反而是这样的一种主动性哦，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帮你建立美好的情感关系。所以在感情里面，不要有那种负能量，可能幸福不是幻想，而是靠自己去行动来实现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去等待，而是让自己呢成为一个让你的情感更加滋润、更多转化的力量就好了。你是有足够的勇气，可以点燃自己真正的幸福的，好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哦。还有月老告诉你，今生你的婚姻生活非常好的消息哦，你跟自己的结婚对象，你们不是条件交换，也不是说因为对方的经济好啊，或者是因为对方的家庭好啊，或者是自己到了年纪了一定要结婚而着急去结婚选择的人哦，你们是因为爱的本身本质而在一起的，可能是一见钟情，可能是意外的邂逅，无论如何呢，都是在一种灵魂上面的吸引，因为爱而开花结果，共结连理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个人是干柴烈火，是非常充满着激情、浪漫、罗曼蒂克、缠绵的。但是结婚之后呢，可能这种生活就会回归到更多的平淡了。刚开始会有一些不习惯，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死神这张牌卡，刚开始呢可能会很不习惯跟对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也许有一些不自由了，也许有一些习惯上的不合，也许会有两个家族原生家庭更多的一些介入了，可能要跟亲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啊，可能要开始有小孩了，要去开始养育小孩了等等的，会没有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的轻松自在了，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呢，并不是很满足满意的，不是自己结婚之前幻想的期待的那个样子。但还好呢，这段时间的磨合很快就过去，可能也就几年的光景哦，不会一直有这个问题存在的。你们会去努力的解决你们之间出现的挑战，任何的麻烦，不会轻易的放手。两个人呢，可能刚开始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婚姻观的不同，想法上面的不同，但是也会很快的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让你们更多的齐心协力去共同创造未来的生活，而慢慢的这份生活呢，就会转向更多的稳定，更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质量。你们的婚姻生活质量其实是蛮好的，也是有足够的金钱物质享受哦。大家也会努力的去创造财富，努力的为这个家呢而去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本身你今生的金钱运势应该还不错，婚姻运势也还是不错的。之前有讲如果你离过婚，是有2次婚姻，并不代表说不离婚就是幸福，反而呢2次婚姻状态其实都不错，反而我觉得人生多一些爱情经历，多一些婚姻经历，其实是很丰盛、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会让你收获到更多的一些经历跟经验嘛。人生就在享受所有的这些旅程之中，所以在爱情里面呢，你们也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淡定，越来越懂得享受婚姻生活。最刚开始可能对婚姻生活是有一些排斥的，但是慢慢的就会进入到正轨，开始越来越懂得如何去滋润婚姻生活了。而且在这份婚姻生活里面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完成更多的梦想。最后进入到了一种顺其自然、细水长流、很平和的状态。在婚姻之中这种平和稳定呢，是会让大家有更多的互相踏实、彼此照料的情况的。所以会逐渐的建立起一个温暖的、现实的，然后属于你们自己单独的生活质量跟节奏的状态。不过这边呢，月老要提醒你在婚姻里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你们可能会各自忙碌，也许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的情绪啊，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啊，但是进入到婚姻之中呢，可能会出现各种繁琐的一些事情来让你们没有太多单独的时间好好的玩一玩，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去照顾彼此。那么这个就是需要你们共同去注意的地方，时不时的就给你们2个人去度蜜月，去度假，去给自己2个人去喝咖啡的时间，2个人去徒步、去登山的时间，可以照顾一下彼此的情绪，真正深层次的聊一聊。因为很可能结婚之后呢，就会比较就聊一些生活啊，聊孩子啊，就是聊事业啊，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关爱对方本身。任何事情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做更多的心理沟通、情感疗愈呢，其实会让你们少一些误会，或者是少一些脑补的情况。也许有时候话没说完就会有其他的事情出现，就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是需要你们大家多关注对方，说出真心话，然后听懂对方的一些沉默的。也要学会有时候呢，可能表达方式也要注意一下，不要带着这种抱怨式的或者是刀锋式的心口不一的这种说话方式了。也许你希望对方更爱你多一些，讲更多甜言蜜语，或者是多关心你一些，反而你说出口的话呢，你不是说我希望你给我讲一些好话，反而你可能会抱怨对方，指责对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带这样的一个语气的话呢，会是让你们出现一些不和的，好吗，亲爱的？理智的、成熟的，像女皇一样充满智慧的去表达、去沟通，那这份婚姻生活就其实很完美了，就会很享受了。只要不在这种婚姻生活里面不断的去追求那种年轻时的激情的话呢，那么大家都是会很享受其中的。所以亲爱的，月老告诉你你今生的婚姻缘分其实蛮好的，而且你的伴侣呢，也可能不会出现三心二意的情感应该是比较专一的，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家庭婚姻上。好，那么最后月老给你的讯息是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可能很快你就会遇见一个想要对你表达爱、表达温暖、告白的人。可能当下呢，
你已经遇见了一个你所喜欢的人，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侍从这张牌卡，意味着一段新的情感正在悄悄的萌芽了，可能是从友情开始的，可能是从一些偶遇之中开始诞生的。无论如何呢，心里面是有这种心动的感觉在的，或者是这个人很快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这边呢，宝剑骑士代表着有一股很快速直接的能量，像风一样的来到你的身边。这份爱情也许来得很意外，来得很出其不意，可能你会突然受到表白啊，或者是突然陷入到这种情感的激情互动里面。宇宙告诉你哦，就是遇到了你喜欢的人，或者是遇到喜欢你的人呢，两个人保持很理性的沟通，多多的去看一下，多多的去约会，多多的去聊一聊，多多去喝咖啡，多多的去玩一玩，看一下体育比赛啊，或者是一起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啊，这样也许呢会让你更懂得彼此三观是否是相合的，是否是可以磨合的，是否是可以建立长期的情感缘分的。那么如果是的话呢，通过你自己的能力，你们应该会进入到这种情感的成就里面，就是会建立在一起的可能性。所以近期呢，会有好的桃花显现。如果你愿意抓住的话，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抓住的。也代表着当下，如果你喜欢谁，好，花一些心思去经营、去追求的话呢，这种追求不用太过于的物质上面的追求，而是去得到精神上面的连接共鸣的话，很可能这份感情就会实现，就会丰盛，就会有这种美丽的状态。而如果说你已经在恋情中的话，那跟恋人做一些更真诚的沟通，不要只是表面的这种甜言蜜语哦，肤浅的关系，而是真的把心敞开了，去打开的聊之后，你们的关系也许就会进入到这种开花结果的里边哦。彼此呢想进入到更认真、更有承诺、更健康的关系里。所以，亲爱的，对单身的人来说，你正走在吸引真正对的人的道路上，而还好，你不会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是你自己会懂得先爱自己，然后你的这种魅力呢，是由内而外的发光的。对于已经有伴侣的人来说呢，你跟对方正逐渐去建立一种更平衡、更尊重彼此的美好的关系，大家呢是想进入到情感的更深层次的下一步了。所以月老告诉你哦，当你已经成为爱本身之后，你就会享受更丰盛的爱。今生呢，你的爱情、桃花、姻缘运势其实蛮好的。如果你感受到这组牌跟你之间的共鸣，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你此刻的感受哦。也请你记得点赞，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你的小小支持呢，是可以让我持续更多的爱、更多的占卜的。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也遇见那个刚刚好也刚好爱你的人。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当下重要讯息。那么首先呢，可以看到今生哦，你的桃花运势应该不错，至少有3段非常重要的姻缘。月老安排你有轰轰烈烈的情感经历。首先，你会在人生之中遇见真爱，它就像宝石一样值得你珍惜，给你非常强大的光芒与力量。这段关系呢，可能是你人生之中第一次真正的心动，然后认为就是他了，就会跟他白头到老的对象。
也有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事业发展或者是金钱物质条件的帮助。这段关系带来的不仅仅是爱，还有你人生观、价值观上面的成长。也可能这段关系呢，会让你倍感珍惜，会让你对于爱、对于爱情、对于爱的技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对于你人生的一部分它的出现呢，是会让你更加的完整，是会让你更加美好的。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情感关系，也会让你学会分辨真正的爱和利益关系，也让你不断的提升自己，尊重自己。第二段感情呢，应该是一段双生火焰一般的情感关系。你们有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或者是通过社交软体，通过聊天，通过手机短信、手机漂流瓶等等的，是在这种手机通讯上面认识到的对方。那有可能是你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宅在家里面啊，然后上网啊，然后可能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认识到的。当你经历特别孤独，或者是特别不想社交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唤醒你对亲密、对自由的重新理解。也许你们两个人可能在沟通上面是非常切合的，它就像你的影子一样。因为是双生火焰嘛，是同样的灵魂分为两体所以他和你有很多相同的感受，你从他身上呢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缺点，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优点，也会因为你们的共振呢而有一些爱恨交织。它的出现呢，是会让你有更多情绪上面的这种自我观察，也让你学会沟通，学会真实的表达自我，让你去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同时它也会助你一臂之力，而让你愿意走出家门，愿意去接受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社会。第三段很重要的缘分呢，那就是跟你建立家庭的正缘。他可能会跟你充满着火花，有非常好的合作团队精神。你们两个人呢，就是会充满着浪漫、激情，然后又是很好的搭档，又像知己，又像朋友，又是很好的这个合作者。对方有可能呢，他是会染头发，把自己头发染成浅色啊，或者是他的头发不是非常的黑。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还是外国人，或者是他是比较偏那种欧美型的身材、欧美型的性格。这段关系呢是共同承担，是一种共同建设的状态。它出现的灵魂目的呢，是让你进入到更加稳定、更加成熟、支持性的婚姻状况，学会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别人，以及如何被爱。所以今生呢，你的这三段缘分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今生在缘分上面呢，应该有的宝宝多一些，可能会有4次缘分，那3、4次这个样子。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缘分，并不是让你那么的深刻，但是让你学会经历更多的一些感情技巧。你的爱情之路并不是好像都一帆风顺的，也是可能要经历一些被拒绝，或者是感情冷淡，或者是遇见不对的人，或者是错过一些缘分。总之呢，是有一些遗憾，是有一些流失，是有一些分离存在的。但大多数的感情都是很公平公正、将心比心的，你付出多少就有回报多少，并不会出现特别的负心汉啊，或者是在感情里面占你便宜、利用你的人。这一点呢是很好，烂桃花呢是比较少的，但是会让你更多的去重视感情中的道德啦、公平啦、责任啦。其实在
你自己身上魅力还是不错的，身边呢也不乏一些追求者，但有时候就是会觉得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出现呢，会让你更懂得在感情上面感性与理性并存，你也会在感情之中慢慢进入到一个非常强者这样的一个角色，从感情的不自信，慢慢呢会转化到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技巧，更加的阳光灿烂，会在爱情之中以健康阳光的心态去面对，也因此最后通过一段段情感的关系你在完成爱的修习之后，变得非常的盛放丰盛，然后积极幸福的心态呢，让你顺利的进入到婚姻关系里面。所以今生呢，你的爱情之路是由一些冷淡到热情，然后从不断的分析判断到更多的觉知，从那种孤独封闭，然后到不断开放的情感灵魂转化。慢慢的是从不顺利到顺利，也可能稍微有一些年纪之后，稍微有一些情感经历之后呢，才会进入到婚姻之中。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晚婚，但是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呢，你们有的人确实是晚婚的，有的人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几段丰富的感情，最后呢，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人，适合怎样的婚姻，哪些人是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的，哪些人是适合结婚适合与你结婚不适合与你谈恋爱的。最后呢，在你有这种灵魂爱情觉醒之后，你的正缘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在那一刻呢，你也很懂得享受幸福生活，即使单身的时候，你也知道如何让自己快乐，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精彩，enjoy 享受当下。好，接下来月老告诉你，你今生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婚姻里面呢，你还是蛮懂得如何去滋润经营自己的感情的，也会去做主动积极的力量，懂得以柔克刚，懂得如何去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顺畅，磨合的更好，让大家的生活习惯呢更合拍，懂得如何去让双方的家庭、父母、原生家庭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呢更加的和平舒适。这些技巧呢，你都蛮有的，因为你很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你的想法不会太过于的封建，太过于的保守，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你是把这种该继承的传统会继承，那么新时代的一些想法，青春的、阳光的、时尚的这种想法呢，也会带入到你的这种婚姻家庭里面。有时候也会从上帝的视角试看，有时候呢也会按一下暂停键也会去做一定的反省你是在感情之中是有内外力量的，而且也是一个意志比较坚定、很有主见的人。在婚姻中呢，你懂得用温柔的方式去掌控，也懂得用耐心、理解、包容来化解矛盾。你不会过于的情绪化去解决问题。那么另外呢，你的恋人呢，他应该也在感情里面是很有行动力的，你的伴侣呢，他也是一个有一定气场、领导力，懂得去摆正好自己的位置，懂得如何去经营好自己关系的人，而且他的事业心呢也是比较强的。有时候呢，你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谁家务做得多谁可能带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对啦，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见不合，但是你们没有那种意见不合的无力感而是会运用彼此的更好的力量。比如说你唱白脸的时候，他就唱黑脸；你唱黑脸的时候，他就唱白脸。就是你很坚硬的时候，脾气很大的时候，他可能这样就不惹你，他会更加温柔一些。所以你们彼此呢都会懂得包容，会懂得互相的给予支撑，互相的配合。然后在结婚
几年之后就会出现很好的默契。所以你的婚姻呢，是爱和力量并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婚姻之中，大家都比较理智，不会过于的原则性、讲规矩，人情味是比较重的。然后大家也会更多沟通、理解，用爱、用体贴来引导家人。大家会很好的去平衡这份婚姻关系。虽然婚姻中不会出现大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呢，生活上面的一些琐碎啊、小的一些事情啊、情绪化的一些事情还是有的，只不过没有太多的抱怨跟计较。大家也会倾听对方的一些话语、想法，你们会很真诚的去对待对方，也会注重家人的健康、家人的情绪、家人的感受。虽然你们的感情不会在进入婚姻之后特别的浪漫、特别的这种激烈，但是两个人呢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在情感关系里面呢，都知道如何去平衡生活事业啊，平衡生活琐事啊，平衡这种情感的这种波动啊，大家都会不断的努力，让你们的婚姻脚踏实地。而且呢，你们也会一起去讨论理想的生活，买房、旅行、换工作，或者是每个月的账单，或者是孩子的功课之类的，你们都会去商讨怎么一起去解决。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很少用我这个字，都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所以两个人的心呢是绑在一起的，会彼此去成就对方。而且你们的这种婚姻状态虽然不是说很富有，不是很大富大贵的婚姻，但至少呢不会缺钱花，生活的质量是可以保证了的。哎，这个是蛮好的。你们婚姻里面呢，期间呢是有一段时间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矛盾，可能是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这种长时间的可能不运动，而导致身体上面出现一些麻烦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不想去沟通，就是有一点自闭。那宇宙告诉你，在结婚之后要鼓励彼此去更多的运动，更多的晒太阳，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健康、不焦虑的情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方身体不健康呢，其实也会很大的影响你的生活、你的未来。那彼此一定要好好的保养，生活自律很重要。另外呢，遇见事情、遇见不顺的时候，不要先自我压抑，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了，所以有什么样的心烦不好的情况都讲出来，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明明不快乐，千万不要对对方说我很好。而且在节日的时候纪念日的时候如果对方忘记送花了，忘记说祝福的话语了，那心里面可能你会感觉委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性比较大，太忙嘛，所以不要去抱怨责怪对方，不要小题大做。你可以做一顿好吃的，对方忘了没有关系，提醒一下对方。那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做一顿好吃的，为了大家来纪念一下，换一种更舒适的方式。其实只要你们就是不出现情感的这种焦虑、担心、负能量的话呢，两个人基本来说过得很好，整个家庭的关系还是非常和睦、非常亲热的。
所以婚姻生活应该不错，你应该有好的一个婚姻状态。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月老给你当下的一些感情指引。目前可能这段时间你在感情生活中并不是觉得非常的顺利，充满这种爱的能量，好像还没有保持着一种爱自己、爱他人、爱地球、爱一切、爱生命的这种心态哦。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情绪化，或者是逃避问题，或者是内心不安的一个阶段。但其实你自己是拥有疗愈跟转化的潜能的，只要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房，充满着这种新鲜感，充满着感恩，充满着好奇，去感受这个世界，并且成为爱本身的话呢，那么这种爱的力量就会重新的靠近你，回到你的身边。因为当下我们看到有时候你会对爱情感到迟疑哦，有些人呢也许会觉得那就不要爱了，我自己一个人也蛮好的。其实这个有一点点逃避的心态嘛。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出现了遇见自己喜欢的人，然后不敢靠近，不敢去表白，不敢去把自己的这种喜欢表现出来，怕被拒绝，又期待呢，又怕失望。那有的宝宝呢，可能在感情里面呢，会出现一些很担心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矛盾的能量。那有的宝宝可能刚走开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放下。也有人呢，可能在情感里面有一些不确定。无论如何，当下也许会出现一些感情上面不愿意再一次付出、奉献、尝试的心态。但实际上呢，你转换一下想法，实际上呢，你用更加正能量的想法去让光之回归之后，你就会收获到爱的幸福，你就会收获到更多爱的可能性哦。不要陷在一种消极的暗黑的能量里面，而是遇见了不顺，那么我们就去克服这种不顺。如果喜欢对方，那我们就去表现出来对方，我们就去想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让对方注重自己，喜欢自己。至少来说，我们大胆的去追求，我们最终呢，如果表白失败的话，那自己也无怨无悔啊，问心无愧。至少你自己愿意付出了，但是缘分不在那里，没有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有更多的技巧，你会更加的自信，你也会不去后悔这件事情。好，那么如果说在感情里面呢，出现互相不信任啊，或者是你觉得不够美好的情况，那就去行动。与其在那边担心害怕，不如说去做积极的邀约，积极的一些滋润感情的一些动作，反而会给你这份关系带来更好的一个价值。在说话上面呢，多讲一些好听的话呀，甜言蜜语呀，总比去讲一些指责抱怨要好得多。因为两个人争吵呢，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反而给予这种爱的能量。实际上，你是可以突破一些旧的不好的模式的。那也很可能近期你会开始去认识一些新的人，或者是有新的情感心动的这种机会所在哦。那宇宙呢，月老鼓励你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么真诚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其实让爱来到你的身边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你现在希望遇到怎样的一个恋人，那把自己变成那个人。如果你希望遇到一个阳光的、健康的、开朗的，那么首先你就是阳光、健康、开朗的。你想遇到一个好像很会体育运动、很喜欢户外活动、
生活里面呢充满着丰富的人，那么你就把自己先变成那样的一个人，先成为那样的人以后呢同频相吸，你就会吸引到相同的。如果当下你在感情里面出现一种焦虑啊、害怕、逃避啊，那很有可能这种能量就会吸引到一个也在感情里面可能犹犹豫豫，然后不太容易建立忠诚信任关系的人。所以一定要记到同频相吸。月老告诉你呢，你本身应该是可以成为爱的化身的。你本身呢，其实骨子里面应该是浪漫的，应该有很多爱的能量的，你是需要释放出去的。你要知道吗？你给出了多少爱，那这份爱呢，最后都是会回到你的身上的。我最近呢听到了一段话，就是说宇宙是圆的，所以你给出去的振动频率波动是什么，最后又会回馈怎样的，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对于宇宙来说呢，最大的能量就是爱的能量。宇宙不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它只知道它接收到你怎样的一个振动频率，它就回馈到你怎样的一个振动频率。所以你发出来的这种频率呢，是充满着爱意，充满着关怀，充满着积极阳光正能量的。那么最终这种能量会回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充满着一种焦虑担心的，那么可能你所担心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也是我们古语说的一个害怕什么，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所以呢，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振动频率正在创造我们的未来。然后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女王这张牌卡，真正的那种稳定的丰盛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不再缺乏的状态上。当你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当你会觉得我很享受我当下的生活，我很美满，我很幸福，这种心态的话呢，那么这份爱就会来了。因为代表着你已经准备好可以把这份爱给予他人，你就是那份爱的源头。真正的好缘分呢，不是你苦苦追来的，而是你成为了对的人，那么爱就自然而然会来到你的身边了。那目前呢，宇宙告诉你其实你是有能力在爱中建立足够的行动，建立脚踏实地的情爱关系的。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也许当下你会很快进入到脱单之中，也许这个脱单的人他是外国人，也许他跟你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可能年龄上面的距离呀，或者是大家事业很不同，专业很不同，或者是大家的原生家庭很不同。总之呢，是有一些差距的，可能会出现有一些人给到你不同的 idea， 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去观看爱情。那么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感知，对爱有更强的一些包容度了，并不会在我们人生中出现的每一段恋人，我们都会跟他白头到老。那么这个人生是非常没有太多的趣味的。如果你愿意在人生之中去经历几段爱情，然后在这爱情里面呢，你都去尽善尽美，去做到最好，不留遗憾，不去私心的等待别人来爱你，而是无私奉献的话，那么想告诉你，你就会成为爱的本身。那么你的婚姻就会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这个也是福报的。你给出去的爱越多，你最后收获到的爱也就越多。不要怪罪身边错过的一些缘分，反而是这些错过的缘分呢，成就到你更加的美好。那有的宝宝呢，可能近期会遇到短暂的恋情，但有的宝宝呢，可能近期会遇到跟你非常同频率的人。因为我们这边权杖女王跟权杖国王两张牌卡挨在一起嘛，所以月老也告诉你，近期呢可能也会有非常登对，跟你非常合拍的人出现。两个人呢会是正桃花，很可能会进入到开花结果之中。如果你说我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至少来说我已经谈过2次了，那很有可能你的正缘就即将会出现。
好吧，在出现之前呢，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对的人吧。月老告诉你，今生你的爱情缘分呢，还是蛮丰盛的，你会有很多的感知，这是你灵魂所渴望的。你灵魂呢，可能今生就想修习关于感情、关于人际关系的那一部分，而我们人生有80%的麻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所以你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更简单、更纯粹、更真实的话呢，首先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哦。我们少一些复杂，少一些计算，少一些这种负能量，多一些爱的给予呢，你就可以在今生很好的去感受爱、觉知爱、修习爱、享受爱的不错的讯息哦。月老是爱你的，会为你很好的牵线搭桥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记得点赞哦，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想给我交换一些思想的话呢，那在视频下方也可以留言，想讲一讲你的感受。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灵魂家人，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看到今生哦，你一定会有2次非常深刻的爱情。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许在感情之中会出现暴风雨，或者是出现这种高塔，突然的变故，突然的一些崩塌，情感的这种措手不及的状态，会让你对爱有更多的一些觉知跟觉醒。可能你曾经深爱一个人，你把他当成自己的灵魂伴侣，你甚至幻想跟他白头到老，但后来呢，你发现他突然的离开你了，或者是他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爱你，有可能他只是跟你是短暂的激情，也许在你年纪比较轻的时候，你会遇见突然的分手，或者是发现背叛，或者是对方可能突然要去国外留学，或者是他突然换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你发现他的未来人生计划里面没有你，你可能会经历这些状态，而迫使你去放下对爱的一些幻想的执念，而更加注重真实的力量。对爱情呢，会更加的脚踏实地。可能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你是飞在天空看爱情的，但是经历过一场很深刻的情感关系之后呢，你会开始更加务实、更加现实主义的去对待爱情。你也不会依附他人来定义自己的一些价值。你也知道，爱不是别人可以给到自己的，只有自己给到自己。这是很妙的一段人生旅程。然后在这个旅程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出现有一段时间的孤独疗愈期。你希望好好的休息，你希望自己可以一个人静一静，不愿意再谈情说爱，不愿意给太多的机会去社交啊，去联谊啊，去脱单啊。你可能更喜欢一个人独处，一个人也许旅行，一个人冥想，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去灵性成长，一个人好好的做饭给自己吃。有一段时间呢，你可能希望自己更多的让情绪安静下来，让思维更加的理智，让自己也有时间去整合自己的情感经验。你开始更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自己想要怎样的爱人，想要怎样的一个婚姻。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甚至你可能想，没有爱情就没有关系，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很幸福的一种状态。在这一段疗愈期里面呢，你不会通过别人的眼光去定义你是谁，你也不会有太多关于情感上面的一些欲望，而且你不会去
在感情之中不断的去追求，渴求别人对你认可，渴求别人对你赞美，你会觉得真正的爱不是来自于他人，是来自于自己。所以在这个冰雹或者是在这个狂风暴雨期过完，疗愈期之后，你就将迎来曙光，当你更多爱的觉知之后，那么你就会遇见对你真心真意的人，你的真命天子他就会出现，牵着你的手，从隧道的黑暗处一直走向隧道出口，充满了阳光灿烂，充满了光亮。注定呢可能会经历一段始料未及的情感转折，当经历的那段时间呢，可能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打击，但实际上呢，是你灵魂成长的启动按钮。第一段感情可能是破碎跟觉醒之爱，但第二段感情就是平等绽放之爱。首先，第一次爱，那就是你的这个深刻的感情冒险，你爱得很深，爱得很用力，也许是你先动心，也许是你先付出，也许是你先沉沦。你以为跟他是永远，但总会因为现实的一些事情，在命运的强制之下，让你脱离这段关系。脱离之后呢，疗愈期之后，就是你的重生开始了。你就会在心灵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旅行、修行，找回那个真正的自己，认识那个真正的自己。而第二段感情呢，对方对你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你们会一起去旅行，你们一起去露营，你们一起去听演唱会，你们一起去泡吧，你们可能一起去逛街，你们会互相的支持，你们会在这种很温柔的状态下相遇。因为当你已经疗愈结束之后，你就准备好，你的灵魂就会吸引来高频的爱。你不再需要这种爱来填补自己的孤独，而是愿意跟一个同样独立、温柔、坚定的人一起去创造一个发光的情感空间。他会尊重你的节奏，会欣赏你身上的光。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浪漫哦，还有一种相随相伴，还有一种安全感，以及一种共振感。很可能这第二次恋爱呢，它就是你的正缘，你们俩会进入到婚姻之中。当然，进入到婚姻里面呢，可能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依然有一些小麻烦，依然呢会有一些小的风雨，但是很好的，你们两个人呢一定会一起努力去克服所有的挑战，因为从你们在一起的那一刻，你们就会认定对方，你们会在同一条船上。那么出现任何的问题，要么就一起翻船，要么呢就一起去到更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两个人的心呢是非常的紧密，愿意一起去合作的。而你在他面前也是非常的真实，不需要去伪装自己有多么的一些强大，或者是有多么的需要他。两个人是独立的，两个人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但是两个人呢又是很团结的，非常的妙哦。这两段爱情的出现都不是巧合，而是灵魂的计划。第一段教会你放下幻想，认清现实，认清自己。第二段呢，就是允许你去绽放真实，活出爱，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很好哦。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月老给你的讯息，他告诉你，今生呢，其实你的婚姻运势特别的好，你应该会和自己的正缘白头偕老，从结婚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这是一段成功的完整的爱情旅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婚姻伴侣形象。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然后个性很鲜明的人。她应该很有品味，也比较优雅，但是又有一点点的叛逆。她很注重生活中的仪式感，可能是很注重生活的质量的。比如说，她会在周末穿上自己丝绸的睡衣，然后喝早午茶。她也可能在艺术展览之中呢，穿一套大胆但是很优雅的服装。她也可能会有纹身啦，或者是化浓妆啊，或者是戴夸张的一些首饰啊，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搭配时尚的一些眼镜啊。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愿意打扮自己的人，喜欢配饰，喜欢香水，喜欢色彩的搭配，在穿衣服打扮上面呢，都是会比较讲究、很精致的。可能他从小的家庭条件不错，他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他也可能有一定的审美力、艺术感。你也会看到他可能一边在厨房之中做饭啊，一边他又戴着很精致的耳环，听着那种爵士音乐。他是那种做事很认真，但是又不古板又不老派的女人，所以他会引导你去爱生活、爱自由。他可能不仅仅是长得好看，在人群里面很出众，它也会让你觉得生活很有趣、很有质感。所以这是一个外表吸引你，然后性格吸引你，品味也吸引你的人，很不错，你的伴侣。那么如果你的伴侣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也是一个从小生长环境就不错，然后对自己有比较高标准要求的人。他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想让人多看几眼的男人。因为这个人呢，他的身材是很好，并不代表他长得有多么的帅气他应该长得比较标准，但是他会很注重自己的体型，经常要去做一些锻炼，可能是健身啊，可能是跑步啊，或者是他是学习艺术的，有一定的表演经历。这个人的气质、气场、站姿、坐姿看着都是比较挺拔的，而且那说不定他也当过兵有的男生呢，可能他是有过军人式的这种规整教育的，也许他当过兵，也许他是有关于体型方面的一些修整的，所以呢，他懂得如何站，如何做。而且不同的场合，他会穿不同的衣服风格。他并不是一个古板或者是特别保守的人，他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好看，但大多数时候呢，他都会也注重自己的形象，也注重打扮。他对物质就是金钱，并不是特别的张扬，不会是全身穿那种名牌的 logo。但是呢，他确实会选择有质量的一些衣服啊，或者是钱包啊，或者是手表。他可能也会擦一点香水。也许他开着车来接你的时候，车里面就放着这种很轻柔的音乐，然后他下车向你走过来，风衣一甩的时候，温柔地对你说：等很久了吗？他其实是蛮有魅力的，而他呢，也会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他会温柔而坚定地守护你的人生。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恋人，你的这个结婚对象，他应该是很不错的，特别保持好的一个心态。男生的话，年纪越大越有魅力，越好看的那种类型。那你今生的婚姻状态并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刚才有讲嘛，在婚姻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小的暴风雨，比如说不一定是婆媳关系，但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两家家族并不会经常的一些走动，可能爸爸妈妈不会给到你婚姻更多的一些支持，也有可能呢，大家不会办传统的婚礼呀，或者是不经常回爸爸妈妈家，或者是双方的这种家族亲戚不会经常的这种交流、沟通、聚会。也许你们双方的这种家族联系并不是特别的亲密紧密，也有可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家人住的是比较远，也有可能双方的家庭这种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比较不同，所以双方家人对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参与感，并不是说大家感情不好，只是说可能不会有太多这种熟悉，好像一个大家族很亲密，或者是家族特别的富有，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没有关系哦，其实跟亲戚远一点也是比较好的。好，另外呢，在婚姻之中，我们看一下，大家是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结婚的。你们真的是感觉到可以生活在一起，可以陪伴走一生，彼此遇到对的人，你们才会去做承诺结婚的。所以在这份婚姻之中，不是很着急的，没有这种很着急的念想，而真正是遇到了对的人，经过深思熟虑才进入到结婚的。而且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是比较成熟，是很享受，大家会共同去创造一个温暖、宁静、有美感的家的，并不是很肤浅的这种富丽堂皇或者是奢华，真的是生活质量是有品味，充满着香气啊、艺术啊、清乐啊。因为我们这边出现女皇这张牌卡，就感觉得到家里的氛围还是比较有档次的。然后你们会成为，如果要小孩的话呢，就会成为好的爸爸妈妈那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会有足够的母性之爱，让小孩子很健康、很快乐的成长。而且大家在金钱上面呢，也是比较丰盛的，生活很稳定，财务呢很独立，你们也可能懂得如何去理财，如何去享受生活。这份爱里面有很多大爱，有很多深爱的能量。而有的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们可能还是同性在一起，因为呢不会太过于的尊重传统的婚姻，或者是尊重传统的同居生活，大家愿意享受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不要去计较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啊，或者是这份钱呢该不该花呀，不会是守财奴，也不会有太多封建思想的这种捆绑就是很年轻的婚姻生活状态，没有太多的纠缠，没有太多的捆绑，没有这种亲情啊、婚姻的捆绑啊，也没有，还是很自由的一种状态。而且大家呢也非常积极的去让这份情感得到滋润，得到维护。你们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对方，不是那种很花言巧语，不是那种浮夸的甜言蜜语大家都是会用行动去证明我爱你，我愿意为了你去负责任，我愿意为了这个家去更努力的创造财富。所以两个人的心呢是很紧的，而且你们的这种婚姻关系也是很默契的，可能不一定按照这种社会或者是父母期望的那种生活状态，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份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
这是一段完整的灵魂婚姻，所以会有圆满的，会是一生一世的，会是让你们一起去完成这份爱的今生人生使命的，这也是很好的消息。所以你的婚姻运势是蛮好，不会是 perfect 完美，但至少来说呢，都是高分了。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月老给你当下的感情指引。不要轻易的放弃爱情。如果是你想要的爱，你就努力去争取就好了。只要你心中认定的人，只要你心中认定的爱情，无论有多少的障碍，你去抓住，你去努力，你都会问心无愧，你都可能会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如果情感之中出现冲突，这不是坏事情，这是让情感更加紧密，或者是让你们感情成长的一个过程。目前呢，宇宙还告诉你，如果你单身的话，有一个浪漫的、低调的、真心的、体贴的人，正慢慢的向你走来，他就像一个圣杯骑士一样。可能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开始感受到你的吸引力了，他在寻找表达的时机。也可能现在你们还没有相遇，但是很快就会相遇了。也许他是你身边某一个不起眼的人，也可能是刚认识不久的，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得到安心。这个人呢，他不会以那种夸张或者是高调的方式追求你，比如说捧一大束鲜花，就是很公开大胆的让别人看到他在追求你，他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是带着一颗真心，然后愿意慢慢的靠近你，慢慢的给你传递这种细腻。也许他是很关注你的情绪的，他说的话呀是很讨你喜欢的，他讲的故事啊是让你感同身受的，他可能带你去吃的这些美食啊都是你很喜欢的，所以他很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你说的每一句话。他是一个在感情上面比较细腻的人，他可能星盘里面水的能量是比较强的，你们之间呢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可能你们会发展成好朋友，或者是可能会发展成爱情关系，可能会发展成知己。如果说你已经在恋爱之中的话，也是会有这样一个真诚的人，他是给你建立很好的关系的。可能如果你已经在恋爱之中了，好，那他也许不会去打扰你的爱情，他会默默的陪伴在你身边，成为你的朋友，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想给予你一些爱的能量的。好，也有可能这个人呢，他就是你的恋人。如果你已经在恋情之中，他就是你的恋人，他希望呢你们之间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让两个人思想更加的一致，让两个人不是肤浅的这种身体上面的诱惑吸引，而更多的达到心灵层次上面的交融，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支持。这个人呢，他可能长得还是不错的。所以亲爱的，无论如何，你在怎样的一个情感关系里面，月老告诉你，身边已经出现或者是即将出现这么一个浪漫真诚的人，他是希望呢跟你建立有深度的情感关系，希望跟你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沟通，一些磨合，希望你们有更多发展拓展的可能性。那宇宙告诉你你可以好好的去挑选一下，当然你也要看清楚你真正跟他是否是合拍的人，因为也许你们之间是有一些文化不同的，也许你们之间是有一些思想上面更多要沟通的，
也许你们可以成为朋友，也许你们没有办法成为恋人。总的来讲呢，你的魅力也是很在的。希望呢，你也多多的去走出你的熟悉的朋友圈，去多社交，去多发展，去多给一些机会，让美好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总的来讲，月老告诉你，爱不是你等来的，是你靠近爱的时候，爱才会靠近你。真诚的选择你真正想要的人生方式吧，好吗？你今生的婚姻运势呢是蛮好的，请你享受其中，好好的去滋养你的家庭。当下呢也充满着期待，充满着希望。月老呢是爱你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视频呢，在我们公屏打出来接手好运这样的一个字样哦，记得点赞，记得订阅Jessie的频道，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也可以多多的留言去反馈你对这个视频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期待。好，那最后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祝福你，拜拜。